有钱人与积极成功的人士交往，穷人与消极的人或者不成功的人交往。成功的人会把更成功的人当做自己的动力，把别人看作自己学习的对象。他会告诉自己，如果他们能做到，那么我也可以。模仿是人最主要的学习方式。嗨，大家好，我是建平。如果这是你第一次来到这个频道，欢迎订阅我们，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我每个礼拜都会免费分享有钱人的思维，让你学会有钱人的行为模式，就算你再忙也能跟上有钱人的脚步，确保你不会落后于别人。有钱人会感谢一切在他们之前就已经成功的人，因为他们提供的模范让人跟随，让别人容易获得成功。我们要感谢这些人给予我们成功的方法。所以创造财富最快也是最省事的方法，就是学习这些堪称理财大师的有钱人，他们是如何玩这个致富游戏的。如果你的目标是模仿他们的内在和外在策略，而且你采取相同的行动，拥有相同的思考方式，那么你一定能得到相同的结果。这其实就是我们做这个课程的主要目的。学会有钱人的思考方式，那么你离有钱人就更近了。但是穷人和有钱人他们恰恰相反，每当他们听到别人成功了，通常就是加以批评、嘲讽，而且想把他们拉到与自己相同的层次。我们都认识这样的人，对不对？你怎么可能跟一个你看不起的人，或者被你称为业余的人学习到什么知识呢？你又怎么可能在他身上得到任何的激励呢？所以每当别人向我介绍一个非常成功的有钱人，我都会想尽办法制造接近他的机会，跟他谈话，学习他们如何思考。如果还有其他的共同点，那么我们可以交一个朋友。有人就会觉得你这个人是不是很趋炎附势是不是很会攀附其他的有钱人？如果你认为我跟有钱人做朋友这个行为是不对的，那么你是不是认为我应该跟没钱的人做朋友才对呢？其实我们都应该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能量它会传染的，我们没有兴趣受到负面能量的感染。好，我们有很多朋友在听到这个课程的过程中，其实也会讲自己是非常想要改变、想要成长，但是尤其是当遇到自己的另一半会经常泼自己的冷水，那应该怎么办呢？要离开他吗？我觉得作者的回答非常的有智慧。他说，首先不要努力的去改变那些思想负面而且消极的人，或者劝他们来听听你的课程，那不是你的事情，不是你的责任。你的责任就是运用到你所学到的知识，让自己变得更好，把你的人生过好。你要当模范，要成功，要快乐。这样之后别人看到你内在的光芒，然后也想要那一点点光芒。这时候你再劝他来学习课程，那就非常有效果。再说一次能量是会传染的，黑暗在光里面才会褪去。当四周都是光亮的时候人们就很难待在黑暗里面。你的工作只有一件，那就是活出你最棒的自己。当别人来问你的时候，你再告诉他们。第二个要学习一下原则，那就是彰显你想要事物的同时，保持冷静，集中精神，内在祥和。我们要相信事情会发生是有原因的，那个原因就是为了帮助我自己。如果我身边的人都是消极的人和不好的状况，那么我们确实不容易维持正面的思考，保持清醒，这是对我们的一种考验。如果我们的周围充满了怀疑甚至谴责的声音，那你还能真诚地面对自己的信念，你就会成长得更快，而且更坚强。请记住事物的本身没有意义，只有我们赋予它意义的时候，它才有意义。我们在所有事情上所看到的都是自己的想法给予他们的意义。如果我们去面对一个人，其实我们会定义他们的行为。比如说这个人他是不是说的都是心灵鸡汤，对不对？我才不要听这些心灵鸡汤。那你怎么去定义他说心灵鸡汤的这句说法呢？就是我们去重新定义它，我们把它定义成我不要去效仿的一个例子。我要去意识到像别人那样活着不是我想要的。这时候就算是一个负面的人，我也会感激这个人，因为他给了我一个榜样，这个榜样就叫负面的榜样，提醒我不要活成他那样子。所以我们不需要去做很多事情去改变别人，我们决定的是自己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我们慢慢的让自己发光点亮，其实也可以做出选择，为自己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我们没有理由跟一个老是泼自己冷水的人摆在一起，
如果他们不能跟上来，那么我们就自己继续前进。再说一次啊，能量是会传染的，你要不是影响别人，就是被别人传染了。反过来说，别人如果不是给你正面的能量，就是把负面的能量传染给你。举一个例子啊，如果你学会明白能量是怎么传染的，你也知道所有人、所有事物它都是有能量的，那么你就会非常小心的去避开那些会给你负面能量的东西，更多的去选择那些给你正面能量的东西。比如说啊，我现在已经不太上知乎了，公众号文章我都不会去看，因为我知道啊，能量其实它会传染的。如果你看多了，它给你的能量更多的是负面的能量，而不是积极的正面的能量。包括很多没有大脑的娱乐性节目，你只能把这些当做一种消遣的方式，但是不要把这些当做一种娱乐的方式。那些八卦、诽谤在内的有毒的能量是会传染给你的。这本书的作者他喜欢看的是体育节目，他说他喜欢看那种非常优秀的职业比赛选手如何去表现自己的能量，尤其他喜欢听这些冠军人士在比赛后接受采访所流露出的思考方式。这是一个被更好能量去感染的一个过程。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这些运动员的精神都会激励我们向前奔跑，去做得更好。所以啊，有钱人会去找赢家相处，穷人则会跟失败者搅在一起。为什么呢？因为舒服。有钱人跟其他成功人士在一起会觉得舒服，觉得他们非常值得相处。穷人啊，跟非常成功的人在一起会很不舒服，他们害怕自己被拒绝，总觉得没有归属感。为了保护穷人自己的自尊啊，他们必须开始评论，开始批判。如果你想变成有钱人，你就必须改变自己内在的蓝图，打从心里就相信你自己跟那些富翁是一样的。好，在这里啊，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回想一下，就比如说我们可能对自己以前的同学，过得特别好的一些同学，或者成功的那些同学，我们总会有一种在某种情况下有一种排斥感或者距离感，总害怕别人瞧不起自己。如果你已经做到前面的祝福和赞赏练习，你就会发现你不会排斥他们，你相反你会祝福他们，因为啊他们比你更成功，你想成为他们那样子。而且你会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那就是一些相对成功或者相对有钱的同学，他们往往有更宽广的心地，他们会特别愿意去给你机会，去帮助你成功。因为啊，每一个有钱人都明白，他需要把自己的能量分享出去，他分享的好能量越多，那么这份能量回到他自己身上也就越多。帮助别人其实就是帮助你自己。所以啊，不要嘲讽有钱人，应该把它当做模范。你要有勇气去跟有钱人亲近，然后啊，相信他们能做到，你也可以。下一次啊，如果你想摸一摸一个千万富翁是什么样子，你就可以摸摸你自己。好，现在啊，到了宣言时刻，请把你的手放在心上，然后说一句话：我把有钱人和成功人士当做模范，我跟有钱人和成功人士来往，如果他们能做到，我也可以。现在摸摸你的脑袋，说这是一个有钱人的脑袋。好，今天啊有2条行动。第一，去找几个事业上很成功的大富翁的传记来读，比如说卡耐基啊、洛克菲勒啊、特朗普啊、巴菲特啊、比尔盖茨啊，这些故事里面去寻找一些启示，寻找一些成功的策略，最重要是模仿他们的思考方式。第二个，参加一些高级的俱乐部，比如说网球啊、健身啊、商业高尔夫俱乐部，在富丽堂皇的环境中啊，与有钱人进行交流。当然，如果你负担不起高级俱乐部的会费，那么就在你城市里面高级的饭店或者咖啡厅喝杯下午茶，让自己习惯这种氛围，观察四周的顾客，并发现你和他们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在前面几个练习中，我也推荐过，作者推荐你去一个高档的西餐厅，然后点一份很好的菜。我的推荐是，大家一定要习惯去住5星级酒店，或者即使你喝一杯咖啡，你也可以选择一个5星级酒店的大堂。这个会对你的人生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它会让你慢慢的习惯一个非常有钱的氛围，而且当你开始在这个氛围中不会感到紧张，你会开始变得和一个有钱人一样泰然自若的人。第3个是什么呢？第3个就是指出你生活中的一个情况，或者一个特别有负面能量的人，把自己从这种情况和关系中移开。如果是你的家人，就尽量少待在他们身边。
不要再看那些垃圾的娱乐节目啊，也不要看一些不好的新闻。好，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现在进入宣言时刻，把手放在心上，然后告诉你自己：我把有钱人和成功人士当作模范，我跟有钱人和成功人士来往，如果他们能做到，我也可以。然后摸摸你自己的头，说这是有钱人的脑袋。最后，我想再重申一下自己特别相信的原理，那就是你的收入与你个人的成长成正比。你的内心越强大，你外在世界反映出来就是收入会更多。如果你想重新审视自己内心的每一个限制性的思维，而且需要外力帮助的话，你可以找到我，我是你的财富教练建平。我真心希望能够帮助你探索你自己，活出你的潜力。好，谢谢大家，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